真受不了你！坐个牢，每天这么多人送吃送喝，比做衙还要惬意。这本来就是衙，还是朝廷里1等1的大衙门，御史台。肃正朝纲，纠合百官。那滤镜门外肃正台，武皇时候是多少文武百官闻之色变的地方。好像有客来了。金贵兄，九郎兄，哈哈，自有天子诏谕以来，九郎君可谓是最嚣张的钦犯了。那君贵兄也住2天，嚣张嚣张。哈哈，大可不必。哎，去拿副碗筷。死了这么多人，就为了一个保局吗？天下如棋，天下如局。我等这辈活在这世道下，原也没有其他路可走。我一个平日里连文书都懒得看的小子，这天下事又与我何干？难道吴越不在这天下里？吴越国主是我家王兄，我虽挂了个衙内都指挥使的差事，不过是循吏而已。经国大事，从来不肯议文。这汴梁城里谁做天子，与我这个闲散番子又有何干系？九郎是不愿向刘令公称臣。我刚不是说了吗？吴越国事我说了不算，便是称臣，也是我6哥7哥来称，轮不到我啊。令兄称臣，已由水丘使君代行了。那君贵兄此番来找我干嘛？吴越是吴越，九郎是九郎。天子逊位，迄今已有月余，而太原方面，刘令公迄今未敢称敌，九郎可知是为了什么？兵马不够，粮秣不足，契丹太强。哎呀，他爱称不称。刘令公迄今未敢称帝，是为得天下人心。那君贵兄跟我说说，如何才能得天下人心？水丘使君带令兄举吴越12州之地，10万余甲士向刘令公称臣，这声威不可谓不胜。然则这些也抵不上九郎你的一句明白话。我？你还当你是原先的九郎吗？难不成住了1个月监牢，我便不是我了？你伤了张燕子，那又如何？九郎兄，你每日有这么多人给你送来桌上的这些饭食，这便是天下人心。你可知桑相公殉身开封府是为了什么？天下人心。桑相公殉身是为了让契丹主知晓，这个天下人心向背，是为了让契丹10几万大军知道，中原军民与杜重威、张彦泽这等残民掠主之贼不共戴天。京师上下皆恨不得食其肉，寝其皮，可真敢当着契丹天子的面亮了刀的，唯九郎一人耳。
所以现在，你便是天下人心。陛下，文肃，下官在。小玉开封府与城南再设2处粥棚，不要以赈济的名义。天快转暖了。大河里的冰要开化了，募集青壮，以工代赈。是。不攻了。林公。陪朕走走。办公室有10万人，汴梁城里没有10万人。京畿12县，唯陈留1处陈园还算完整，却也没有人了。天寒地冻。寒门小户没了口粮，便只能背井离乡，朝着京师来讨口吃的。这才刚刚开始。怎么讲？天气渐渐回暖，往岁今时，朝廷已划拨种粮，筹措春耕。今年。库房的存粮、种粮，都在兵士和流民的肚子里了。误了节气，便不用再盼收成了。这些百姓，当下还能在此讨口粥食，勉强度日。再过2个月，库房的存粮都吃光了，他们。终归都要饿死。令公总揽汴梁军政，这难道不是令公的分内之事吗？惭愧，冯道难为无米之炊。内外库食，皆在令公手中。令公到底缺什么？冯道一介昏聩老朽，食不足1盏。情不过1榻，老朽什么都不缺，缺的是他们，是天下。缺什么？缺一个朝廷，一个丰年能平价收粮，灾年能施粥赈济的朝廷，一个春时播化种粮，夏岁修治河工，秋月积领仓实，冬日赈济寒湿的朝廷。这些百姓啊，时至今日，菩萨也不能让他们活，唯有你能让他们活着。令公可是肺腑之言，你能做得到吗？蒙尘何在？陛下，臣在。小玉恭迎内外，南北各臣，自即日起，大河以南，不可再打草谷，
各军所需，皆要记录在案，誊表造册。上奏公帐决断。臣奉诏。令公，可否？乱兵入城，给假3日，强人破门而入，掳掠诸伯口粮，虐杀妇人孺子，一把火烧了房子，拆了院墙，搭建营寨。令公，此乃张彦泽之罪，还是朕之罪？陛下言重了，但此时你说上一句不抢了，不杀人了，就可以了吗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谷麦30万斛，种粮3万斛，你有吗？没有。既然没有，冯道与汴梁10万军民，亦不能强你所难，但可退而求其次。何为其次？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。你既然没有谷麦种粮，亦可拿张彦泽的性命来抵。王定光，你这是在要挟陛下。陛下，若如此，杜重威恐生无策之变呐。此话有理。杜重威手握重兵，菩萨都要避之，何况是你？此乃令公的意思，还是太原刘知远的意思？你若不愿为中国之主，那就将公帐从速搬回你的上京。令公还未曾回答。心怀天下之人，不会问这样的问题。倘若朕杀了张彦泽，令公敢保杜重威不反吗？不敢保，但老朽敢赌。杜重威身在腋下，老朽身在京师，无城无兵。若杜重威敢反，老朽的这颗头颅，你拿去便是。敢赌吗？今有司勘罪，查张彦泽者，攀比好财，纵掠梨树，酷猎擅杀，以害市民，纵兵为虐，涂炭生灵，克扣军饷，军心离散，强占民田，夺人恒产，卖官鬻爵，败坏吏治，逼反庶族，祸起无策，抗旨不遵，悖逆君命，诬陷忠良，残害贤能，荒淫无度，败俗伤风，结党营私，扰乱朝纲，劫杀使节，挑衅邻邦，大罪12，庆南山之主，不足以彰其罪，尽东海之波，未得能迎其恶，拒特大奸，朕起令5刑之诛，着即荐送北市，明正典刑，祭扬名誉，告谕四方。令公，张彦泽是契丹天子颁下明诏，明正典刑，汴梁城军民皆是见证。昭昭史册之上，将来也会这样记述。可惜了钱家9郎，一腔忠勇。乱世
人命卑贱，活着比什么都好。要射得出来吗？不急，殿上失仪并非小罪，好生将养着他，莫要让人看到他，也莫要让人想起他来。这个炭烤的真慢。又想什么呢？若此番有命难归，我便同你一起上岛，做个上门女婿，好不好？说什么疯话呢？这天下想担大任的人太多，有自知之明的人却又太少。若非如此，也不至于乱成这个样子。我就不掺和了。想来想去，除了黄龙岛，这天下好像没有第二个桃花源了。你说的是真心话吗？你说呢？林姑，林姑，太原使臣王俊求见。终于来了，不见。令公。文素，你去见一见他。王俊想见的是令公，不是下官。能问的，能说的，老夫与郭家小子都说过问过了，再见，也还是那几句话，不如不见。你去见他，告诉他，谷麦各30万斛，种粮3万斛，这便是老夫开出的价钱。这个天下，眼下也就值这么多了。令公3朝元老，何以无礼于斯？秀峰兄慎言，令公领袖朝堂，所思所行，非你我可智慧。令公与文素兄今日之辱，一日王俊必有所报。令公不肯见我。是啊，他的原话是：他若还想要性命，这阵子便哪里都不要走动。请太尉上禀令公，国荣有几句肺腑之言，要面陈令公。这干系到令公的一世清誉，还请令公拨冗一见。放手吧，明日重元殿大朝，令公要上殿称臣。请
契丹大皇帝陛下制曰：朕以好穷倦幼，披诚宝业，总揽一纲，必资同德之贤，赖古功而必成。自尔太尉、中书令、匡国威圣军节度使，燕国公道学通九域，声波南北，侍奉三朝。册命元勋据金册拜太傅，晋长乐郡王，增邑8000户，时时封1200户。领枢密使，知南面汉儿司事，权汴梁内外兵马。赐牙户、牛头，许朝进不屈，尽忠走马。可。臣冯道奉诏。朕得大统，国号之事，还要劳烦太傅。杨氏以隋国公而得统，国号称隋；李氏以唐国公而得统，乃成300年之大唐。陛下基业，得之父祖，宗社诸庙，虽不得大唐敕封，却沿袭自松漠都督府旧制。松漠以辽地为治所，陛下称国，号可曰辽。大辽，太傅所奏，颇合古意，国号称辽，臣复议之。臣复议。好，那便定国号辽。祖宗庇佑，大辽永兴。陛下，万寿无疆。大辽永兴，陛下万寿无疆。三朝元老，俯首称臣，还献上国号，真是无话可说。却不知冯令公翌日有何面目？复见桑相公于地下。桑相公若是不死，今日只怕也要阵阵。衣冠南渡，一历700载，天下文气节义，不过淮河以北。于今，契丹天子建号大辽，以为北地之主。唯一可虑的，便是河东刘知远。文仲，你想要做什么？当然是要做大事。大郎，末将在，去将那名盗旗取下来。哦。文仲，怎么回事？契丹南来，境势残乱，国祚不有。进士一中，神位无主；社稷有倾颓之危，黎宿有倒悬之苦。河东12州市民兵变，恭请大王以天下苍生为念，诚因切运克己地统，金辉南下，预定中原
军回来了。稳住！凤林公说，属谷麦各30万斛，重量3万斛，入京时可为天子。谷守实是2代公恩，不能为此不义之事。河东为天下人心所系，大王却拘泥于旧情恩义，不肯入京大统。我等受大王恩义上拔，当气血在庭。民公不出，乃上圣河。民公不出，乃上圣河。在这里喊鸡的什么用？将门破开，把大王抬出来。哟，干什么？哎，你们干什么？稳住！稳住！放开我！稳住！放开我！啊！稳住！这要显得公义不义呀！小人小义，何足为论？社稷安危，苍生福祉，方为大仁大义。臣苏玉圭，请大王即皇帝位。尔等要显公义不义呀！请大王即皇帝位。请大王即皇帝位。赵匡胤万万不曾想到，一个新的王朝的开始，其过程可以如此的草率和仓促。一个新的中原天子登基，披上的第一件黄袍，居然是一面节度使的道旗。刘知远继阳称帝后，各地藩镇及后进旧将纷纷起兵响应，百姓亦群起反抗，斩杀契丹索命官吏。澶州义军王琼领兵攻入州城，围攻契丹守将耶律禳。东方义军连破宋、亳、密3州。辽太宗耶律德光闻讯大惊，欲弃城北去。这刘知远称帝也便罢了，偏偏定国号为汉。你们说，他是无心之举，还是有意为之？先汉、后汉，乃至季汉，皆为刘氏宗庙。刘知远姓刘，以汉字为号，有借古以张征说的意思。红尘，你是七镇不读书吗？先汉高祖皇帝乃是沛国丰邑人，后汉光武帝乃是南阳蔡县人，季汉昭烈帝乃是幽州涿县人。那刘知远算什么？不过一个沙陀番子，连他的刘姓都不知道是从哪儿偷来的，竟然还敢妄称汉室宗亲，把他的血流出来验一下，怕是后匈奴的刘渊都要比他来的正统。是，贼子建号，莫侯二管，自是没有那许多顾忌。李克用、李存勖、李嗣源这父子兄弟，以沙陀人为中国天子，也没什么。石敬瑭父子也是沙陀人，也做了10几年的江山，而今到我大契丹人为中国皇帝，才2月有余，河东反了，河北也反了。
不错，我契丹人是胡种。难道那沙陀朱野氏便不是胡种了吗？朕就想不明白了，在那口是心非的南朝人心中，究竟什么是胡，什么又是汉？司空，有客来访。哎，吴越前洪处参见冯令公。司空，请起。谢令公。吴越孙太真参见冯令公。你倒是胖了些。晚辈惭愧，蒙令公大德庇护，再造之恩，敏感五内。洪处永世不忘。令公快坐。沏茶。司空请坐。明日，老夫便要伴驾离京了，想着未必能再回来。临行之际，来看看你。离京？那契丹天子要裹挟令公北还？算不上裹挟。我受封太傅，位比于越，谁都能留下，我却不能。令公得披南北，若不想走，纵然是契丹天子，也不好强人所难吧？我向他称臣了。可笑吧？向他称臣，其实是百般不愿的。毕竟，故主尚在，心中难安。令公，朕还在乎这些吗？为什么不在乎啊？吴越前世三代，是梁、是唐、是晋，都是自家选的，会不在乎吗？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平心而论，我对耶律德光不算厚道，他纵然有负天下，却终归不曾负我。可如今，他要走了，我若留下不走，又是为了谁呢？令公此番北去，若非契丹主王室，令公便永不得备至。自庄宗皇帝时，老夫这辈子侍奉了6位天子了，如今这是第7位。少年时读剑录，以魏文贞为艺术。4位旧主先后王室，终于得辅唐太宗，乃臣贞观之治。轮到自家，也王室了5位旧主了，却连个太平年景的影子都还看不到。桑国桥，大事上糊涂了一辈子，有一句话却说对了：年轻真好。
吴越，陛下，太傅上了年岁，耐不得行军劳顿，加上背井离乡，远赴塞外，这一遭真是苦了他了。你去跟他说，此番只是暂离，今年冬月，我必定许他重回汴梁秉政。是。朕就不信这个邪。 沙陀人做的中国天子，契丹人也必定做得。公元947年4月，辽太宗耶律德光因中原反抗激烈，统治难以维系，被迫放弃汴梁北返，途中暴卒于栾城。6月，已在太原称帝的后汉高祖刘知远率军南下。 顺利进入汴梁。南唐使臣徐铉，代我主向大汉天子递上国书，以通致好。让前世前来。吴越使臣，前世何在？臣吴越钱弘处，恭迎陛下。 吴越前郎，进前来。刺伤张彦泽的是你。京师上下欲杀张贼者，并非弘处一人也。年轻真好啊！ 宣诏：吴越国前世奉国有度，勤修贡事，抚民治军，有功于东南黎庶。大元帅钱弘佐加太傅、尚书令，检校司空钱弘处，今右卫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赐国信。 臣代我王叩谢陛下恩泽。传令诸军在城外安营，张贴安民告示，豁免基辅州县粮赋3年。臣等奉诏。自军资中划拨谷麦各30万斛，种粮3万斛，交予开封府。 赈济流民，筹措春耕。臣等奉诏。这是朕欠了京都黎庶的老账。冯令公可还无虞？永康王耶律阮和上京的皇太弟耶律李胡之间起了局域。 两人几乎兵戎相见。听司的耶律乌质在两人之间奔走，以为调停。此时冯令公也在郑州停下了。陛下下诏，令冯令公回都秉政。唉，可惜呀，九郎这么快便要回去了。 都走了好几个月了，国中家中都已是望眼欲穿。九郎此番回去，可还有未了之愿？尽管说来，我和元朗都在京师。君贵兄，如今是左监门卫大将军，兼枢密院承旨。郭太尉贵为枢密使，负责巨柔。 我虽位卑言微，却还有一身的力气。九郎有什么愿望，尽管与兄长们说来。还真有2件事体，要劳烦2位兄长。九郎尽管说来。小弟加官迄今，未有表字，只有一个小名虎子。冯令公
当世大儒，学贯古今，待其归京，还请二位兄长替小弟向令公求一个表字。此事容易。若是旁人求字，以冯令公的个性，未必肯允。但换作是九郎的话，冯令公当另眼相看。哎，第二桩事呢？哎，这第二桩事确实不易。唯愿小弟下一遭再来京师，能得饮太平年下一杯热酒。此杯当饮，当饮，当饮，当饮。飓风要来了，回舱底吧。这几个月，就好像过了好些年一样。虎子，你这却又何苦？使君，没有字。搜他身上。程昭月这条疯狗到底许了你什么样的前程？族中内外9房361口啊，州县营田司，留内有品级的官118员，衙前虚吏更是不计其数，上千条人命啊！区几张纸就都给卖了，你还是个什么？纸是包不住火的。虎子，你太痴了！天下汹汹啊，这把火已经烧了近100年。岂是你这区的几张纸改变得了的？这是多少张？左近16个村寨，总共有216张纸契。太少了，干系太大，谁家都不愿意惹祸上身。这200余张纸契，都是失了田土的人家现拿的，还是许了春秋2代1成的戏子，才肯拿出来的。多谢员外有心了。唉，不孝子孙，为豪门虚吏所害，连祖产都败得7八八，10年不修宗庙，愧对祖宗，当不得主簿一个谢字。阿翁，外边来人了，熄了灯火。事情紧急，确实要委屈主簿了。员外保重。
却又是何苦来有？方家几辈子都是安分人，在田土上谋生计的良人。陈昭岳，一个姓晋的商贾，卑贱小人，尔等又何必与他牵扯不清？高明府是君臣衙内，汉家岂敢忤逆？只是不知我家水田，如今还剩下几分？宁海方氏还有生计可谋吗？都是乡中父老，手脚放干净些，莫要让他们受罪。你先在这看好，我去交战。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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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任继才。这是怎么了？是何人下此毒手啊？王铎，程度剑，大王。将此路送往杭州，请程都监呈与大王。陈兄，可是偏航不少。此处不是明州外海，如此大的一场风，偏出个几百里，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应该也没多远。看日头的方向，明州应是在西北。此处的话，应是在台州外海，不是宁海就是临海。你好歹也是个钱家宗子，朝贡副使，人家做县令的来拜，你却躲出来耍，话传出去对你的名声不好。你莫要说话了，快吃吧，这般新鲜滋味，大半年都未曾尝得，你不馋呀？这太平年下，能有一碗热酒喝，一块鱼肉吃，这般日子，在北边时，却是多少人想而不能得的滋味。雄才伟略，那是君贵兄长和元朗兄长的事体。二位兄长尽管去争，为天下百姓争得一个太平年景。我本来就是鱼帐子，素来胸无大志，能喝一碗热酒，便心满意足了。在汴梁的时候，
人人都说你是个顶天立地、为民请命的大英雄，我却听得一阵阵冷声。那般慷慨激昂、热血模样，私底下惹过我好几回，那却真的是你吗？还是说现在这副被懒模样才是真的你啊？你猜啊？还是家里好，用不着我这个被懒鱼仗子去做什么老使子的大英雄，去为民请命。二位兄长，冯令公、桑相公，他们心心念念上下正命而不能得的太平年景，我吴越都不用去争，如今就是太平年。哎呦，如今竟是太平年，小哥这是在说笑话吗？嗯，怎么说？吴越如今不太平吗？哎呀，整日里土里求活的人，逼着下了海，风里浪里，拿性命去搏生计。不肯下海的，要么是垫了人家的田，拼命伺候了一整年，也还落不下个保暖；要么是背了山岳社的袋子，利滚利，息上息。却不知道几辈子才能还得清啊！小哥却说是太平年，你这不是说笑吗？休得无礼！没事，坐下。一斤鲜鱼当2筹，1斤精米当2筹，1斤鱼竿当1筹。细柴10斤当1筹，1斤虾蟹当2筹，1斤鲜鱼当2筹，1斤精米当2筹，1斤虾蟹当2筹，1斤鱼竿当1筹，1斤鲜鱼当2筹，1斤虾蟹当2筹，细柴10斤当1筹。走吧。1斤鱼竿当1筹，1斤鲜鱼当2筹，1斤精米当2筹。原来是西府来的官人，小人失礼了，官人莫怪。这是在接纳人犯？回官人的话，这是州里下来的铡子，捉拿从逆的贼人。咱们吴越国中也有从逆的贼人。官人有所不知啊，这是前些年在西府坏了事的戴太尉和孙太尉余党，说是不知如何隐匿在了海油镇营田司那边做了主簿。幸好啊，有咱们宁海县的高明府明察秋毫，这才揭穿了身份。连夜逃亡了，如今这县里、州里都下了严令，务必要将他捉拿归案，明正典刑。让开！劳烦了。又有心事了？没有啊。我阿娘说过，你们这些男人的心思啊，有时候比针鼻还要小。平日里话说的好听，什么男儿胸怀四海，等闲遇到个什么事儿吧，便家产不清了，问了也不说明白，最是可恨。天下女子似岳母大人那般的，本也是凤毛麟角。你在说什么胡话呢？谁是你岳母大人？他老人家当时送你来的时候，话可是说得明明白白的。此时若是想要我退货，那是万万不可能的。你才是货呢！哎，海风吹着最是舒爽，你一个人慢慢享受吧，我先回去歇着了。哎，白日间是有些扫了兴致，却不是为了余家那番话。不是吗？我看
他说完话之后，你就神思不属的，我还道是哪句话犯了你的忌讳呢。哪有什么忌讳啊？我生在王侯世家，自幼锦衣玉食。我以为的太平年，和那余家以为的，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儿。我是有些心思，却不是为了余家那番话，而是为了米家。米家？那米店的伙计手里的竹片，学名唤作米绸。想要去买米的人，需先将财物换成米绸，再拿着米绸去买米。一片米绸能买1升糙米。去岁我们去汴梁之前，杭州鱼米市上，1斤鲜鱼还能买得5升糙米，可如今，却只能买得2升了。所以你是因为米价上涨在忧心。可是，这5升米、2升米，这差在哪里呢？差在哪？差出一个太平年吧。当年祖父立国于东南，传下一句遗训：不书于竹册，只传诸子孙。道不过3，东南自安。古过于武，正猛于虎。说的就是米价。大唐太宗贞观年间，长安城里的米价约5文10升，这便是君贵兄长所说的太平年。如今天下大乱，去年15文还能买得5升米，可如今却只能买2升了。这便是苛政横行，其势如虎。子潘，老师，路上仔细些。学生遵命。宁海人祭拜。别看了，白纸无字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呀？这个宁海县学博士崔仁济，白纸相招，本人没来，却让他的学生送过来，一定有不可言状之事，要当面相告啊。那咱们走一趟去看看呗。你真的看清楚了，里面只有一张白纸。卑职看得明白，那封拜书从未封口，里面只有这一张白纸，信封上只有5个字：宁海人祭拜。卑职怕用米汤写了暗文，特意用火烤了烤，信纸和信封之上均无异样。这个宁海县学崔仁济，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郎君，怎么了？郎君，台州知州沈从约昨夜抓了宁海县尉，名字叫沈银，表字犯了郎君的小讳，乃是吴兴沈家人。如今台州知州沈太守便是他的族属。他是宁海知州的侄子，自己却被抓了。正是，说是犯了三郎君和戴太尉的逆案。之前他已经在蜀了睦州知州，后因戴太尉和三郎君坏事，先是贬为台州从事，而后又贬两级，做了宁海县尉。这事情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进城了，造访县学。是，带队的那位刘指挥是如此说的。太守，都下去。
太少，若是此刻陈曦就在献血，那我们慌什么？待不可坐以待毙，你即刻赶往献血，陪着水秋与九郎君，给我看住了那个宁海献血崔仁济，万万不可让他胡说。还有这个，到底发生何事？据本县名府和本州太守所言，我这位学兄是牵扯进了戴太尉和三郎君的逆案。一派胡言！几年前的案子，若是真的牵连其中，何苦拖到今日的？身为应天寺主簿，久秉入流，却生遭州县、应天寺联手追杀，甚至性命不保。吴越不是中原，何以竟敢如此丧心病狂？因为此物，这是舅父纳凉的直器。是。重点在此处。开运4年9月辛卯。9月。可现下是6月啊。纳凉也不过开始了10几日而已，应该落下6月的脚气，可这上面却是9月辛卯。9月辛卯是每岁秋赋征纳的最后期限。这张直器在民间和衙前有个响亮的称号，唤作“先征后凉”。先征后凉？以两税法，秋赋纳凉，先凉后征啊。可是他方才说的是先征后凉。是啊，这样的直器，若在12州家家户户都有一张，那吴越之地，便与年初之汴梁也相去不远了。郎君说得对，所谓先征后凉，乃亡国之政。宁海县令高旭前来侍奉九郎君水秋刚。下马，退后。本官乃宁海令。这位兄弟，如何称呼？军务在身，你不当问，我不当言。是本官来到孟浪，劳烦兄弟通禀则个。诺。让你的人扔了器械，蹲马路两边去。去年夏秋两季，明州、台州、温州3州连遭4场风灾，大王颁下明诏，受灾3州减免2岁2赋。所以，就是说，原本今年本不该纳粮，也不该有这些直器。可惜啊，若是陈主簿还活着，这些直器就是州县官吏和地方豪强上下勾连、内外沆瀣、忤逆上旨、欺虐申民、贪渎聚敛的铁证。可惜他死了。死了会怎样？人死了，那这些直器就成了孤证了。如今市设一个知州，一个营田使，一个县令，就光凭这些，是万万不能够拿人问罪的。这位陈主簿，怕是没想过能够即刻拿人问罪。
总是要将东西送到王都，交由相府看问处置。陈兴临死之际，只点了程昭月的名字，那就明摆着，他是信不过中书诸公啊。一旦揭开盖子，怕是要朝野震动。陈昭月一介商贾，在地方上没有根基，反倒是信得过的。若我是这位陈主簿，我也会这么想。水丘公是国中重臣，可以直奏大王，奉教提调此案。这个案子今日问不出，在王都打个来回，拖延个3、5日，怕是什么也问不出了。区区这些直系，就有人敢将一个营田司的主簿枪杀于县学门口，足以见得他们已是图穷匕现、急了眼之人呐。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，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。有这么3、5日的缓冲，再有什么样的首尾，也都被他们收拾得干干净净了。怕是到时候，什么也都查不出来了。水丘公的意思是，若今日去查，便能查得出来。